有一个粘人的老弟不是一件让人觉得愉悦的事儿，尤其是当自己处在和好基友们一起去上学的路上。凯尔无奈地看着自己的跟屁虫艾克，让他滚回家去。一旁的好友埃里克给艾克小子取了个难听的外号假鸡鸡。凯尔抓着老弟的脚就给了他一个暴锤。我的老弟只能我骂，就是这么霸道。他宁愿把艾克像保龄球一样扔出去。等到埃里克爬起来时，几人才注意到他面有菜色。这都是因为埃里克做了噩梦，他梦见自己躺在床上，周围一片漆黑。这时一道蓝光照了进来，缓缓打开的房门后面是探头探脑的外星人。他被突然造访的天外来客抓到了手术台上，经历了一番惨无人道的折磨。斯坦觉得这不是梦，可能是真的，不然麦田怪圈怎么解释嘞？被吓一跳的埃里克魂儿都差点飞了，直到杰隆姆大厨摁响汽车喇叭，他才回过神。结果一来，大厨也在讲昨晚的 UFO 目击事件。听到埃里克被抓走以后，他露出了怜悯的神情。你小子不会那么惨，被外星人装了个肛门检测器吧？埃里克肯定不认呢，自己的童真怎么可能被可恶的外星人抢走？大厨忙着回餐厅，只能说让孩子们注意保护埃里克，他可能被外星人控制了。接着便扬长而去。本来就很怕的埃里克，在看到大厨的衣服上写着相信外星人后，更是两眼一抹黑。他坚称自己的小嫩皮好得很，那绝对只是一场梦。哪个大小伙愿意承认自己被外星人爆菊呢？校车一来，凯尔就给了艾克一脚，直到车子开走了许久，他才开始害怕。要是老弟有个三长两短，爸妈不得给自己吃一顿竹笋炒肉啊！然而最让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他眼睁睁看着弟弟被俩外星面筋人给带走了，他冒着被大肥婆龟破碎夫人骂的风险，想要叫停校车，可惜伤害为零，他只能滚回自己的座位，怒斥好哥们骗自己，说好的一切都是梦呢。上课的时候，凯尔怎么也坐不住，满脑子都是艾克，艾克怎样都无所谓了，但要是自己没把艾克带回去，那铁定完蛋。斯坦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，提议逃课去找艾克，这句话却被赫伯特听到了。他掏出自己的嘴臭替身帽子先生，将凯尔臭骂一顿。凯尔只能灰溜溜地回到座位上。埃里克正想嘲笑好基友，结果一个响屁直接屁股大火，吸引了全班注意。几人注意到不妙，外星大人开始发力了。赫伯特让埃里克去角落里放毒气，不然班上同学的头发经不住他造啊。警长被农场主叫到了农场，这里发生了一起惨案。一头可怜的小牛被开膛破肚吃了个干净，这是本月离奇暴死的第3头牛了。要是按照这频率不赶下去，农场挨不到冬天，恐怕就会破产。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外星人干的，警长觉得瞎胡闹，但农场主认为事实如此。你要说 UFO 不认也就算了，那 CIA 也开飞机来了，这你怎么解释？警长表示那些不是什么直升机，鸽子罢了。说话间，外星人又开始行动了，他们还当是在玩 Minecraft 呢，只需要稻草就能吸引小牛，真当大家是傻子呀？牛群忽然逃窜，警长让他放宽心，自己会将牛找回来的。牛群火急火燎地跑到了火车站，火车司机一看，这不行啊，牛怎么买票呢？分币都赚不到的话，你们都不许上来。警长这时候已经杀到了现场，牛群又一次四散开来。另一头的学校里，埃里克越发不能控制自己的火屁了，时不时就放2个给兄弟们助兴。直到好哥们斯坦看到自己的女神温迪，那粉红泡泡噎得埃里克肛门阻塞，放不出来了。没想到这时候温迪还和斯坦对上了眼，走上前塞给了他一张小纸条。斯坦激动的直接吐了出来，再一看纸条内容更是惊喜，女神约他放学后在池塘约会。孩子们立刻天马行空，开始想象要如何给他一个香吻。不过眼下最重要的是边吃饭边开作战会议，如何从凶残外星人手下救出老弟。大厨以为只是孩子们的青春期烦恼，给他们唱了首歌振奋人心，只是内容多少有点过不了审。听到艾克被外星人抓走，他才大感不妙，这还吃啥牛肉找人呢？孩子们瞬间萎了。赫伯特不放人怎么办？埃里克一抽又开始放屁，这次屁还升级了，从里面钻出了一个小机器人。大厨告诉他们，这是一种共生变形装置，这意味着外星人可能想和大家交个朋友。大厨跑到闸门前拉响了警报，假装发生了火灾事故，给了4个孩子逃跑的机会。毕竟埃里克可是第一个和外星人接触的人。4个小子溜出校门没多久，埃里克就被控制着变形了。这下他不得不承认，自己的菊花和外星人紧密相连了。凯尔凑到埃里克耳边，大声告诉那些外星人，要是不还自己老弟，自己就把他们一飞船的人都给绝了。话音刚落 ，UFO 就开了过来，他们试图用原始攻击，朝飞船丢石头。结果倒霉孩子肯尼成了被外星人开刀的首杀。哦，不对，肯尼没死。众人刚松一口气，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。可怜的肯尼被牛群踩踏也就算了，还被警车撞飞了。这下人手分离，彻底积极。
可即便如此，埃里克依旧认为自己没被爆菊，只是一场梦。说完纷纷离去。斯坦也要去见温蒂了，凯尔一个人怪无助的，便跟着斯坦去了湖边。一见到温蒂，他老毛病又犯了。凯尔催促他们赶紧把该做的事都做了，自己还得去找老弟呢。温蒂听完他们的话，提议他们还是去找埃里克比较靠谱。如果外星人真的给他装了什么，那他肯定是外星人计划的一部分，不如用埃里克做诱饵。没想到啊，这女神穿的粉呢，计划竟如此歹毒。说完，孩子们就出发了。埃里克一回家，母亲就将做好的甜甜圈粉蛋糕端了上来。本想拒绝的埃里克拗不过母亲的好言相劝，同意了来一小口。母亲还强调他只是骨架大，才不是胖。埃里克希望母亲之后接到电话全当自己不在。打开电视，映入眼帘的却是新闻。主持人称外星人搞了个麦田怪圈，从上方看完全就是埃里克的造型嘛。埃里克此时还在保护自己的馅饼不被自己家的猫抢了。他大声告诉老妈，自己家的猫就跟个假鸡鸡一样。老妈一听喜上眉梢，自己总算知道晚上该跟哪只猫一起睡了。不是，阿姨您……眼看着猫仔还不走，埃里克姐的屁股一放屁，差点没把猫给烫秃了。这时候老妈竟然带着那几个混小子来了，觉得孩子就应该多出去玩。埃里克就这样被逼着拴到了树上，作为了外星人的诱饵。为了让他吸引外星人来，还必须一刻不停的放火屁，但他实在是放不出来了。今天发生的事儿全都和自己的屁股有关。埃里克越想越气的时候，屁股里伸出了一只足有80尺的微型天线。好嘛，男人的肛门，哆啦 A 梦的百宝袋。埃里克依旧不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，嘴比鸭子都硬，直到外星航空母舰降落，他才闭嘴。Holy shit，是真的，真的见到外星人，凯尔还是有点害怕，说话都带颤音了，只求他们放自己那长得跟足球似的老弟一马。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，老弟或许是唯一的光了。说得很感人，可惜外星人压根不听。凯尔那个暴脾气一下就上来了，奥斯卡金奖般的演技，你们居然鸟都不鸟！一群狗屎还装上枪膛了。见自己骂人，他们才停下。凯尔接着一顿电报输出，飞船大门打开，艾克出现在了门口，输入力掉了下来。那群牛也跑了过来，打算将外星人给顶飞。结果这时候，为首的外星人竟然开口了。他们在测试了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后，发现牛牛才是最具智慧的生物。杀牛纯属行人手滑，深表抱歉。为此，他们还送了牛牛们一个催眠小道具。和牛牛道别后，他们便驱船离开了。凯尔接到了弟弟，斯坦也算能和女神好好说句话了，真是完美的结局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，这里是草泥影院，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谢视频，我们再见。无人在意的角落，埃里克因为放屁崩断了绳儿，成为了外星人带走的土特产，直到第2天才被丢下来。埃里克坚信发生的一切都只是自己在席梦思上做的一场梦，不管就是梦，自己怎么可能会被爆菊嘛？拉卫星天线更是放屁。